掌柜的，逍阳关怎么走啊？逍阳关啊，从这儿下去就是逍阳关了。姐姐，哎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姑娘，刚才你们俩不是从这儿走过去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掌柜的，你莫不是记错了吧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儿。嗨，我怎么会记错呀？刚才还有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骑着一匹骏马，还找你们呢。姐姐，糟了！哎，姐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人一路引王爷往逍阳关走，王爷有危险。啊！是谁指使你们搅拌白娉婷？今天只要取你首级，旁的一概不知，拿命来！你们走吧。你就是一人连挑我白兰树关的楚北捷，我看不过就是个有勇无谋的莽夫。咱们驸马殿下不过略施小计，你就乖乖上钩了。把这些衣服拿给罗浩。是。娉婷，卑鄙小人，竟敢以我爱妻之名诱我！姐姐，楚北捷，别出去！英勇一世就栽在了女人手里，今天你是插翅也难逃了。将军，杀！堂堂战神竟落得如此下场，
了你楚北节的项上人头，我罗浩也不枉此生了。是。翠菊，如果我们俩有什么不测，你就自己走。不行，姐姐，姐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个人死，要死，我跟他一起死。不行，你疯了吗？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。佩姐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死。佩姐，让我过去。娉婷。 赶紧走，我们赶紧走吧。王爷射马！老板，同款同色，我来10套。好嘞。哎呀，您稍后啊。哎，大爷，这10套是您要的，一共是。大爷，这小店找不开呀！哎，人呢？追！
走了这么久，我们终于到了吧？这应该就是松森山脉吧？不过这天气这么差，恐怕今晚我们是翻不过去了。阿汉倒是说过，在这山上曾经有一个废弃的关卡可以用来过夜，但这天气看来要下雨，我们得赶紧，最好赶在下雨之前找到那里。那我们快走吧。嘘。姐姐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哎，姐姐，那边有一条道没有设关卡，我们可以从那边走。不过，为什么那边就没有设关卡呢？这松森山啊，东面阳光充足，植被茂盛，雨水丰沛，而西面飞沙走石，常年干旱。所以，当然是在东面设人道，利于人行走。关卡设在东面，是因为细道难行。但我们也没得选了。走吧，要是等到天亮，就更难躲过那些巡山士兵的耳目了。走。站住！这么晚了，干什么去？我是附近的山民，下雨了，我的羊没有按时回来，我得上山找找。走吧，走吧。站住！这么晚了，上山找羊？说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抓住他！楚北杰，快告诉陈将军！是。你们是贵长青的人，是不是也奉命在这等白平君？是。他人呢？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我们这几日一直守在关口，根本就没有看到他的人影啊！拜见将军。将军，这夜黑风高的，你这是？见过他吗？没见过。赶紧滚开！这，是。撤！这怎么都在找白娉婷？姐姐，这天这么冷，你把这个披上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不冷，身子重反而不好走。走吧。好。谁？我听到你的声音了，你快出来！
姐姐，这是狼吗？快走！姐姐，快走！狼要追上来了。醉菊，你先去前面等我吧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等？你以为我会丢下你一个人逃跑吗？快走！我怕是走不了了，太累了。快走吧，醉菊。姐姐，你看错我了。来追我呀，醉菊！你们几个那边走。
剩下的跟我来。是。撤。醉菊，醉菊，醉菊，你在哪儿啊？白姑娘。真是让我们好找啊！是耀天公主派你们来的吗？白姑娘，请你跟我们回云安城，驸马在等你。驸马，原来是何霞呀！驸马说了，只要姑娘就范，他肯定不会伤害姑娘的。天下人都知道，白姑娘和驸马有着打小的情谊，与其在这儿风吹雨淋，不如回去做她笼中的金丝雀，是吗？白姑娘应该知道反抗的下场。下场？我都已经走到这里，还怕什么下场？我绝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走开！何霞那个王八蛋就是这样支持你们的吗？我跟你们拼了！不许你们欺负我白姐姐！闪开！走开！醉菊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站住！姐姐，快走！快走吧，姐姐！楚北捷！将军，说，白冰亭在哪里？我们本来已经追到白平亭，让他跑了。哪个方向？哪个方向？就在山中，向着密林里逃了。姐姐，总算安全了。接下来我们往哪边走啊？姐姐，刚才那个人，应该是一个会武功的当地人吧？应该是个当地的猎户。你真看清楚了吗？那还有假吗？可能是我太想他了吧。你这是干嘛呀？说是他们追来，也可以拖延一点时间。哦，我们往反方向走。好。他受伤了。姐姐，你看，走，走。小心。姐姐，你怎么烧得这么厉害？都
怪醉菊不好，醉菊没有药，也没有银针，看到姐姐这么难受，我却帮不了姐姐什么。姐姐不怪你，不怪你。姐姐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？来，快把衣服穿上。我去找点东西生火。白姐姐，我们可以用书生火。不要，不要！都什么时候了，再不生火，你会被冻死的。醉菊，千山万水都走过来了，没想到还是留不住。白姐姐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我们说好的，一起去白兰梁边关，一起去找你的朋友们。我们说好一起去隐居的，有块田，有亩地。你在窗前念诗，我在院子里带着小孩子们玩。还有那些我们说好要种上的花，我们通通都得要种上。你要是敢丢下我一个人，我就把那些屋子啊、房子啊、树了全都给你烧了，然后回到东山别院，把你酿的素香半韵全都砸了。傻醉菊，我怎么会丢下你一个人？不怕，天晴了，我就会好。我会带着你去隐居，有小娃娃，有酒，有花，有诗，不怕。要是再能喝上一口素香半韵就好了。姐姐，你又想他了？命数如此，我也不怨什么。但是，如果你能再见到他，帮我转告他，我这一生因为遇到他，才没有白来一场。姐姐，你又在说什么不吉利的话呀？你要是想念他，你就自己把这些话告诉他。你会活着的，所以我一句都不会替你转告的。罢了，又有什么所谓？他知不知道？又有何所谓？人这一去，还不是什么都成空？姐姐，别说了。醉菊，醉菊，答应我，你一定要活着，活着替我好好照顾他，替我守着他变老，替我守着他长眠。我这一生
与他渊源深远，下一世还会再等着与他相见。不，姐姐，你不会死的。你忘了吗？你不仅有我，你还有我师父。我师父医术那么高明，不管是什么病，他都能治好。只要你还活着，姐姐，快！山青青，路迢迢，月儿挂树梢。对不起，孩子，是娘无能，不能让你降生在这个人世间。君何日来到？娉婷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姐姐，我一找到人就回来，你要等着我。等我回来。不用准备了，我已经到了。果真是你，你怎么？在下并无恶意，只是有急事相求。右口鱼不知泽隐兄隐居何处，所以出此下策，恕在下冒昧了。楚兄，今日家中不便，不方便待客，要不然你先找个地方歇息，稍晚一些的时候，我再登门拜访。泽隐兄，请容在下问一句：如果娉婷……住口！你还有脸提他的名字？夫人莫要着急，此事尚无定论，还需问个仔细。夫人，为何如此待我？娉婷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你是她丈夫，怎么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哪儿？他当初不顾一切的寻找你，就是为了这一生跟你一起共度。你怎么舍得让他葬在了孤零零的荒山野岭中？你真的好狠毒啊！你说什么？原本他可以跟我在这世上好好的活着，逃离世俗所有的纷纷扰扰，他可以过自己的清闲日子。可他几次三番为了救你，他舍身相救。我以为你会珍惜他，呵护他，可你做了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楚兄，我知道，白娉婷怨我，恨我，不愿见我，想要罚我。
打我、骂我，我楚北街都认。但请夫人让我见他一面，哪怕只远远的见一面也好。娉婷如我亲姐妹，我就算诅咒自己的性命，也绝对不会对娉婷有半句妄言。楚北街，既然你生前对不住她，你今天过来干嘛？你快走，你别打扰她，你就让她好好的离开。你们骗我，娉婷就在这里，她就藏在这里。楚兄，我们在松森山脉找到了白姑娘的尸骨，还有她一直佩戴的夜明玉簪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！白姑娘遭人毒手，死状凄惨，则饮上不忍直视。她不会希望你看见的。我不知道这些年来，她一个人受了多少伤，遭了多少罪。她走的时候，满心期许。若她不是太绝望，太伤心，怎么会千里迢迢的过来找我？楚北街，他到底被你伤了多少，负了多少？我不许你碰他，他不想见到你。夫人，夫人情绪不稳，家中实在不便待客，楚兄请回吧。娉婷的何时出殡？7日之后。娉婷有过一个很傻的念头。有多傻？傻到希望王爷对我，不管世事百转千回，都离不开楚楚。我要带你去我娘亲的家乡，那里没有纪念百梁，没有陛下，没有小金汗王，没有往日的痕迹，一切都是信任。我要在那里给你建造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世外桃源。好，我等着那一天。我想为你寻一处墓地，你爱山水相伴，四季有花常开，离开世间烟火灼寂，闲人猛兽不能扰你清梦。
他这辈子流离失所，我想让他好好休息。哎，这位客官，需要点什么呀？王爷，若是在回来的途中遇到卖鞋的地方，为娉婷带一双鞋吧。掌柜，哎，这样的绣履，你有多少？不知道客官想要几双啊？我妻子要出远门，我想多买几双给她，让她走得舒服一些。爹爹娘亲在吃饭呢。你想吃了是不是？乳娘，你先把泽庆抱回去睡觉吧。是夫人。走喽，我们回房啦，走。这段时间你都没好好吃东西，再这么下去，身体受不了。多少吃一点啊！将军，我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？我懂。白姑娘死的凄凉，这世上除了夫人，又有谁会为她喊一声冤？这也是夫人作为挚友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。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楚北洁的痛苦我也看得非常清楚。他们两个人爱得太不容易，而且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。我这么说不是劝夫人原谅楚北洁，而是因为事已至此，恐怕他的下半辈子都会在悔恨当中度过。夫人就别再咄咄逼人了，啊！将军，夫人，门外有人送了些东西来。小人是城里香烛坊的老板，今天有客官订了800对蜡烛，让我送到府上来。另外客官让我给夫人带句话，烦请夫人在日落之后点燃这些蜡烛，让蜡烛为逝去的人照亮归家的路。一定是的。明天还是把他找来吧。大老远的巴巴过来，想想也怪可怜的。好，明天我去把他找过来。娉婷，你跟我以情结缘。自从我嫁到大梁以后，你有数年没有听到我的琴声。今夜夜色烛光甚美，我与夫君给你弹曲安魂。
娉婷，你活着的时候，辗转一生，这世上的路，要它万万千千条。娉婷啊，娉婷，要记得回家的路，不要去了以后，觉得无家可归。夫人，我们要不要再等等？有什么可等的？说的再深情，也不过值800对蜡烛，竟在这个时候消失。亏我还想原谅他。夫君，我们送娉婷上路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好。上将军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收到上将军的书信，得知白姑娘去世的消息，我等便匆匆赶来。晋梁大战，如若没有白姑娘相助，这满街的兄弟，恐怕早已成为孤魂野鬼。只是没想到，我们大恩还没报，白姑娘就已经……送白姑娘。送白姑娘，送白姑娘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是你给他报的信？
我没有给他送过信。东山别院，生死相依，莫不敢忘。主默然，为王妃送行，为王妃送行。宁婷，那天在回来的路上，本来想给你买一双绣履，想你肯定会喜欢，可没想到，竟然丢在半路上。
不过你看，我又买了好多双给你。只是再多的修炼，却不能把你带回我身边。登上陌生海的高，巅峰着冷暖的潮，人海中是你的拥抱。背负所有的伤痛，才知道百转千折，心愿用尽一生，草原一生。从今以后，娉婷信主。爱永远追随天涯海角。剩下的愧疚，娉婷定于余生回报。月下盟誓，永不相负。你可曾还记得，我们曾经对月起誓，永不相负？何为不负？娉婷以为是男女之间面对困境永不背弃，面对离别生死相随。娉婷，娉婷，我用梦想破碎成拥抱。人都去了，你做的再怎么多，又有什么用？山雨寒凉，你快回去吧。你要是病了，娉婷该舍不得了。我曾经梦想过无数未来我与他一起的场景。我耕田打猎，他写字念书，还有很多孩子。我们有很多事没有做，很多话没有说。你说的对，现在做什么都没用了。没有了他，梦碎了。真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。既然如此相爱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何至于此？生当复来归，死来长相思。杨凤，你就让我在这里多陪陪他，承受思念一生的世故之痛。这是我现在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。你没能好好保护他，
让他好好活着。这件事情，我永远恨在心里。但我相信你做的，你说的，我也相信你对他一片痴情。你好好保重吧。小人叩见陛下。府中可还有王妃遗物？王妃，这白娉婷。啊，有。快起来吧。本王一向视你为亲弟弟，有什么艰难险阻，只要你我二人共同御敌，定能乘风破浪，制胜千里。陛下，请恕罪，我家王爷素来喜欢画画，这是王爷给王妃画的一幅画，小人偷偷的保留了下来。本想等镇北王凯旋而归一并送上，可没想到王爷一去不回。贝姐，为兄错了。奉天承运，滋耳亲奉。镇北王妃白娉婷，爱琴已甚，本王感怀已久。今芳魂永逝，五韵已绝，本王哀思不已。着令追封白娉婷为琴仙，设立庙宇。本王自继位以来，高坐庙堂，无感百姓之乐，黎民之所苦。自即日起，出行巡视各地，为期1月。本王巡幸各地之时，朝中诸多要事，悉托于王后与太尉佐之。钦此。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这大晚上的，穿得像个粽子一样，要去哪儿唱戏啊？要你管？哦，那我就不管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名字叫做且柔，是白兰靠近大梁的一个城。我呢，刚接任这儿的城守，是这里最大的官儿。不过呢，这里的治安不太好。这么晚了，你非要出去，你又长得这么漂亮，要是遇到了色鬼，可就不好说了。你想要干什么？我不干嘛，我能干什么？我能怎么样？不过说真的，你这身衣服真挺丑的。赶紧的。我可不是求你啊，我是命令你。识相呢，就乖乖的把它吃了。要是不吃的话，可别怪我不怜香惜玉。我辛辛苦苦把你救回来，路上每天喂你米汤喝，不知花了我多少心思。你若真求一死的话，倒不如先便宜我一回。在干嘛？你以前也这么盯着楚北洁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别靠近我！你怎么一副未经人事的样子？你跟楚北洁多久了？他竟然都没有碰过你。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到底是谁？白娉婷，我是白娉婷。白娉婷。好，你是白娉婷。不过你要是敢跑的话，我会像逮兔子一样把你给逮回来，然后像剥兔子皮一样把你脱得精光。你放开我！你这个变态！骗我？你可不是白娉婷，那你会是谁呢？你醒了，姑娘。阿憨，快来啊！哎，姑娘醒了，快来！姑娘醒了。对啊，快看。姑娘，还认得我吗？我是阿汉呐。阿汉大哥。哎呦，还认得，认得就好，认得就好。姑娘，早知道我就该拦住你，不该让你上山。你说这山上多危险呢。可是，我记得我上了山。后来，反正啊，我上山的时候，我远远就看见那个早就不知道废弃了多久的关卡那边燃了烟火，我就觉得奇怪啊，我朝那边过去了，就发现你晕在那儿了。你说你也是要当娘的人，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啊？是你们救了我。哎呦，没事没事就好。姑娘，只要你没事就好啊。你不知道，你都已经躺了10天了，总算是醒过来了。是啊。哎呀，姑娘你别动。你慢点。我躺了10天，见到我妹妹了吗？我上山采药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你一个人晕在那儿，就把你带回来了，也没见到你妹子啊。
醉君，姑娘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对呀，姑娘，我们请郎中给你看过了，你和孩子现在都还有危险。郎中开了几副药，嘱咐你一定要好好静养，千万不能下床走动。你觉得现在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？我没事，多谢大姐大哥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呦，不麻烦不麻烦，姑娘，你福大命大，凡事都会逢凶化吉的。更何况你对我们有大恩，你只要好好养身体，我们俩就心满意足了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药熬好了吧？哦，对了，我去看看药去啊！快去快去。姑娘，你好好躺着，我去忙活了。醉君，你应该已经找到养蜂了吧？阿汉大哥，白姑娘，你下床干嘛呀？快进屋休息啊！我是来向你告辞的。我和我妹子走散了，放心不下，我必须得去找她，再也不能耽搁了。你去哪儿找她呀？我要去大梁。那你为何不从？阿汉大哥，不瞒你说，我是只能翻山过境的人。姑娘，你等一下啊！当家的，哎，怎么了？拿一身你的衣服给白姑娘。好好。白姑娘，我是边民，可以去大梁通商。我驾着马车送你过松森山。你穿上我媳妇的衣服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也好有个解释。娉婷再次谢过大哥大姐的救命之恩，好好照顾自己，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。白姑娘，那咱们赶紧上车赶路吧。公主居然绕过庭上议事，而直接在军中设立钱粮库。这道王令已被老臣压下来了，无论如何绝不能颁布下去。我白兰的军备一向薄弱，邦兴必先兵强。在军中设立钱粮库，灵活机动，调度自如。丞相，你作为朝中的老臣，这么一点浅显的道理，不会不懂吧？按理说，赶着办还来不及，怎么还压下了？公主明知此事万万不妥。不妥？丞相觉得哪里不妥呢？这钱粮库一事，说到底，丞相是觉得驸马不妥吧？堂堂一个驸马，管理钱粮库又有什么不妥呢？难道丞相是觉得本宫无能，没有办法牵制自己的夫君吗？公主，忠言逆耳，老夫的一言一行都是出于本心。驸马现在手握兵权，唯一能够控制他的就是钱粮。如果他真正掌握了钱粮，公主，那个时候你手上还能有什么可以制衡他的呢？丞相无需多言，此事本宫并非全无考虑，但是本宫还是觉得，在军中设立钱粮库，利大于弊。此事利军利民，如果丞相不愿意去操办这件事情，本宫自然能找别人去办这件事情。公主还记得
大婚之日曾对老臣说过什么吗？不曾忘记。那一日，耀天心中忐忑不安，邀丞相入室密谈。公主当时说，如何才能留下驸马的人和心？希望老臣能够帮助公主思量。老臣当日答应了，必殚精竭虑。丞相不必说了，耀天知道，丞相是在为耀天考虑。可是现如今，驸马与本宫已成为夫妻，夫妻本是一体。驸马他为白兰王朝鞠躬尽瘁，立下过汗马功劳。可是我们呢？我们给过他什么？如果我白兰有立足于天下之心，一个有功的驸马都容不下，还谈何立足？我们一直猜忌他，打压他，处处制衡他，只会逼他走，逼他反。除此之外，还能有什么作用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如果我们以忠臣待之，那驸马必成为忠臣；可是如果我们处处打压他，忠臣也会变为逆臣。丞相，你可曾好好的想过，我们之前所有的作为，会不会让驸马他心寒呢？公主，钱粮库一事，本宫心意已决。丞相，你不必多说了，请回吧。恕老臣昏昧，已看不清局势了。但是，老臣还想提醒公主一句：公主，万万不可被情爱所冲昏头脑。公主，你还是白兰王朝的君主。擦干净点！鬼呀！鬼呀！鬼！大白天的，你鬼胡说什么你？白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吓得话都说不清楚了？你快起来，起来！见鬼了！见鬼了！真的是白姑娘。白姑娘，魏管家可还认得白娉婷？啊，魏婷自然认得。敢问姑娘从哪里来啊？我自白兰翻越松森山而来，本来早该到了，但路上遇到意外，耽搁了一些时日。没死吧？只是不知这府中众人为何见到我如此害怕。啊，白姑娘恕罪，这其中恐怕有些误会。哦，白姑娘，请先在此休息，我这就去通传将军跟夫人。倘若知道你还活着，不知该有多高兴。还活着？啊，说来话长。传喜，传喜，快给白姑娘奉茶。我去就来。白姑娘，这边请。禀报将军和夫人，白娉婷登门拜访。
娉婷，白姑娘。娉婷，娉婷，娉婷，杨峰，真的是你啊！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，还活着。我还活着呢。你们一定是找不到我，以为我死了吧？难怪刚刚传喜他们一见到我就一脸的古怪。哎，醉菊呢？赶紧把他叫出来吧，他怕是见不到我，也一直在担心，见到我能好一点。啊！醉菊，醉菊是谁啊？醉菊没来找你们吗？不对啊，如果醉菊没有来找你们，你们是怎么上山找我的？发现我不在，然后以为我死了的呢？白姑娘，我们的人在山上发现了被狼群撕咬的尸体，还有女人的衣服，里面有你的一只玉簪。醉菊，答应我，一定要活着，活着替我好好照顾她。醉菊，醉菊，娉婷，白姑娘，娉婷，白姑娘。姐姐，你快点好起来吧！姐姐，你快点好起来！怎么样了？一直在做梦。刚开始见面的时候，还好好的。别担心，因为失了针，所以才会睡得如此沉。医者说了，若是能让他睡到明天上午才好呢。可是医者说，他的胎儿还不稳定。真不敢想象，像她这般柔弱的女子，怀着孕，一路孤身一人走过来，从重重关卡之中逃离出来。真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，遇到了多少危险。你要相信她，她不是别人，而是名传天下的白娉婷。当年夫人你为她感到骄傲，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白姑娘很坚强，她一定会保住自己，还有孩子的。对了，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楚北洁？她还一直守在白姑娘的墓前。若他知道白姑娘未死，一定会立刻赶过来的。将军，也罢，要不然就等白姑娘醒了以后，让她自己做决定吧。虽然我很同情楚北洁，但是白姑娘怀着她的孩子，
还毅然决然地离开，一定有他的难处。将军说的是，如果娉婷不愿意见他，依我看，还不如让他将错就错。现在大家都觉得娉婷已去，就让他清清静静的过自己的日子吧。说起来，我们大王还在为这件事情高兴呢，还在宫里面大摆宴席，大宴群臣。他忘了当初的堪布之战，我们的娉婷是怎么帮他救大梁于生死之间的吗？他忘恩负义，不过是转眼的事情，哪儿配得上让娉婷帮他的忙？算了算了，都是刀剑乱世，以后我跟娉婷永远在一起，我们姐妹都要在一起，好歹有个照应。好，如果白姑娘愿意跟我们一块隐居，那咱们即刻收拾行装，离开这里，另觅他处。这个地方已经没法待了。若涵知道，大王知道，现在连楚北杰都已经找上门来了，保不齐以后还会有人找过来。将军，等到这次我们隐居以后，就跟若涵还有你那个大王了断音信吧。好。北姐，白姑娘就葬在此地。你怪本王？陛下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当年晋梁在堪布大战时，我们竟从这条索道掉到万丈深渊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必死无疑，但没想到我们捡回了性命。早知会有今日之痛，我和娉婷就该携手离去，岂不逍遥快活？娉婷的事情，本王已经知道了，是本王错怪了她。本王已经给她证明，临行之前，本王还封她为秦仙，让她位居大晋的神位，永享香火。如果她在天有灵，就再也不会觉得委屈了。陛下，人都已经不在了，神位又有什么用？这样高居在神龛之上，娉婷得有多寂寞？本王也很后悔。如果有她在，陛下，北捷这一次真的要走了，请陛下保重。北捷，北捷，你可知道，
你是本王的亲王弟。王弟，跟本王回宫吧。陛下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糊涂了吗？本王清醒得很。本王只怕这个秘密再不告诉你，就会永远的失去你。贝姐，你要知道，你是本王同父异母的亲弟弟。你的身上流着司马家的血。当年太后令所有的知情人保守这个秘密，你的母亲为了信守诺言，竟自缢而死。这之后，太后就收养你为义子。你仔细想想，你从小到大吃穿用度，和其他王子无异。14岁就让你领兵打仗，当然了，你的确是才华出众，出类拔萃。但是，如果你不是司马家的孩子，大晋王室又怎么会顺理成章地信任于你？军师命脉又怎么会轻而易举地交到你手上？贝姐，跟本王回宫吧。本王大限将至，时日不多了。司马家不能绝了血脉，本王要把王位传给你。王位？怎么？你不相信本王的话吗？陛下，事到如今，相不相信又如何？为了个王位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，到头来却牺牲了自己所爱的人，值得吗？北捷只想问你一句话：为了王位，这么多年，你得到了什么？失去了什么？本王生下来就是头上戴着王冠，脚下踩着江山，本王什么都不缺。本王现在命你跟本王回宫。请恕北捷，不能从命。北捷，王位是司马氏的责任，苍生平安，黎民幸福，这不是你一直想要做到的吗？你只有坐上了王位，拥有更大的权力，一统江山。陛下是北捷的恩人，若不是当年陛下坚持留下北捷，怎么会有今天的镇北王？这些年，陛下与北捷共同进退，北捷的心中也一直把你当成我亲哥哥。北捷坚持到现在，不为权势，只为报恩。但这些年来，兄长的变化，北捷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北捷只能陪兄长走到这里了。本王知道你累了，想要过一段平平静静的日子。为兄答应你，只要本王多活一天，就会努力支撑大晋江山一天。但是如果有一天本王走了，你务必要回来主持大局，传承司马家的血脉。贝姐。
本王给你2年时间够吗？本王会再努力多活2年，等你回来。请恕北捷不能给陛下这个承诺。愿陛下能够打起精神，振作起来，护佑我大晋疆土，永固无虞。你会回来吗？山间风大，请陛下珍重。余下的日子，我要用一生的思念来偿还。娉婷，你是清澈的溪流，原本安然地流向你该去的方向，而我却是生下来就布满藤蔓的岩石。你用万般的柔情包容我，我却让你历经曲折，直至干涸。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去爱你的，今天我斩断了身上连接血脉的枷锁，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。你现在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做，你只需要容我自在的在你身边陪着，做一个真正属于你的我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大晋男子，若是喜欢一个女子，会连续3天为她守夜。那3夜，我已经许下了一生的承诺。你活着，我与你携手共度；你去了，我守你的尸首终老。娉婷，你醒了，快看，这是谁呀？这是我跟泽隐的孩子，你看，他长得像我，还是像他呀？长得真好看，眼睛像你，鼻子像他，大家都这么说。若是当初没有你，哪有我们母子的今天啊？泽庆，你看，这是你的干娘，泽庆，这个名字好。你看他笑得多可爱啊，还是小的时候最开心。
等到长大了，一切就都变了。乳娘，你抱他回去吧。是，走喽，回去喽。娉婷啊，人世沧桑，有些事情不经历，绝难猜想出来。但还好，我们两个好好的，有了彼此，有了孩子们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日子还得过呀，你要看开。醉菊葬在哪儿？娉婷，醉菊到底是谁啊？她是这人世间最可爱、最善良的姑娘，她不该就这么走了。我们当初看到尸骨，以为是你，就把她葬在了点清峰上。那里有山有水，四季有花，是个幽静的地方。一会儿我带你去看她。只是，娉婷，我有一句话想问问你。你问吧。这件事情我跟泽银一直拿不准主意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也不知道该不该问你。楚北杰来过，他一路找你，他还以为你必定会来找我们，可看到的却是你的棺木。我看楚北杰伤透了心，下葬之后，他不眠不休，在墓前守了3天3夜，不久前才刚刚离开。娉婷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娉婷，你好好想一想，现在去追还来得及。不要，你们一定都以为是他负了我吧？难道不是吗？是我害他太深，是我没脸见的，是我自己坚持不下去了。杨峰，你们都说我聪明，我也一直自诩如是，以为所有的事情我都能看得透、想得清，唯独这一件事情，世人都能看得清，而我却偏偏心存侥幸。这一份侥幸，让这个世上多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侍女，多了一个误国叛军的将军。是我没脸再去见楚北杰。娉婷，你不要这么说。以前那个白娉婷既然已经死了，就让她死了吧。既然她已经出了殡，下了葬，该哭的人也哭了，该笑的人也笑了，她就不必再出现在这个世上，给大家再徒添烦恼了。娉婷啊，既然你做出决定了，我也依你。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以后不许离开我，四处流离，害我牵肠挂肚。事到如今，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做个打算。我们找个地方隐居好吗？隐居怕是很难啊。你们家上将军的名气这么大，家里边又有这么多侍从侍女，
只怕换个地方住。不过3日，大梁的将军又该来拜访了。那有什么？侍从侍女都可以让他们散了。我们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好好过日子，清苦一点，那又怎么样啊？杨凤，我不能这么自私。你从小在宫里长大，锦衣玉食，来到这里又嫁给了上将军，从小就没有吃过半点苦头，我怎么舍得让你吃苦呢？更何况还有泽隐、泽庆呢。我不是开玩笑的，为什么就你能吃苦，我就不能吃苦吗？对于泽隐来说，他早就答应我了，你放心。白姑娘，你放心吧，你是我们家杨凤最好的朋友，又是我们大梁的救命恩人，保护你们我义不容辞。再说了，当年追求杨凤的时候，我已经许下了归隐的诺言，什么侍女侍从的都无所谓，咱们有手有脚的，还怕养活不了自己吗？贵丞相手书，命封音呈给公主。公主，那个叫封音的还在门口跪着呢，说是来给丞相送告假文书。绿衣，你觉得这个封音如何？奴婢眼拙，看不出什么特别来。她是丞相的干女儿，之前丞相想把她送给驸马做侧妃。原来是想跟我们公主抢驸马，哼，活该她跪。前些日子，本宫忙于朝政疏忽了，这些日子闲下来，细细一想，才觉得丞相的主意也是不错的。公主哪有主动给夫婿纳妾的道理啊？这不是委屈了你吗？我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白姑娘那次是假的，不作数。从来都是真的，哪有什么假？绿衣该死！公主自然都是真心的，只是那个白姑娘她自己不识好歹逃走的，到如今死不足惜。快起来吧。封音虽然貌美，就算驸马贪图新鲜，过大个10天半月的，也就渐渐淡了。我看他性格温柔，会弹琴也会跳舞，不如平日里就由他陪着驸马解闷取乐，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公主，奴婢还是不太明白。我看你呀，跟了我这么久，这饭量见长，可是这头脑心思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这丞相和驸马素来不和，朝政和军务一方都不可偏废，我必须得不偏不倚。既然给了驸马钱粮库，就必须许丞相一个顺水人情，只有这样做，这两方才能消停一点。一个是我的夫婿，一个是我视若叔伯的重臣，这两者都是我的左膀右臂。只有拥有了他们两个，我们白兰王朝才能够兴旺发达。本宫也是从大局上考虑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奴婢听明白了。那奴婢明日就去把那个封音送去驸马府，好不好？哎，等等，你记得去给丞相传个话，就说本宫不再允许他称病告假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
驸马何暇听旨。何暇听旨。奉天承运，公主诏曰：驸马常年征战劳累，念公主不便常见，特赐能歌善舞美姬一名，伺候驸马日常。钦此。公公，莫不是传错了旨意？那哪能啊！公主的封印还在此呢。驸马可真是好福气呀！公主真是体贴的人呐。谢公主。奴才告退。少爷，咱们身边眼线已经够多的了，公主还不满足，这分明是连枕边也要放一个的意思呀！少爷，少爷，公主派人送来一位姑娘。你说什么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哎，少爷，这纸刚刚才搬，人就来了，未免也太快了吧？哼，人都来了，赢。封音见过驸马爷。封音，这名字很雅致啊，可是你爹娘给你取的？回驸马是丞相赐名，因看奴家会弹几首曲子，便赐给了这个名字。丞相取的。哼，取得好，清新雅致，把头抬起来，我看看。丰满秀美，董卓，伺候封印姑娘到后院安顿，喜欢哪件都依准吃穿用度，全都不得怠慢。少爷，封印多谢驸马爷厚待。走。驸马，封印姑娘还有何事？倒也无事，只是封印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心中很是害怕。能不能请驸马爷陪着封印一起去呢？董卓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带路。封印姑娘，请。封印姑娘，这边请。我想看看这间。啊，这间房姑娘就不用看了，里面还没有打扫干净呢，怎么可以让你住进去呢？这不是委屈你吗？我带封印姑娘找一间更好的，请。封印是奉王令来伺候驸马爷的，不过一介侍女罢了，何须另行布置房间？驸马爷就将从前侍女住过的房，随便赏一间给封印就好了。这间房呢，空着也是空着。董卓，找人打扫打扫，让封印姑娘住得舒服一些。是。封印多谢驸马爷厚待。那封印先去安放行李，晚些再过来伺候驸马。我们去拿行李吧。是。这个女人，她也配住在姐姐房间？我真不明白，公主到底在想什么？少爷，你真的要留下她吗？
他是贵丞相的人，好好款待。贵长青这个老不死的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我们少爷，少爷。 风音姑娘，今日晚了，明日再来可好？风音多谢驸马爷疼惜，一切但听驸马爷安排。驸马要是乏了，便早些休息吧。风音告辞。好。住手！谁敢在我的府上撒野？小人参见小王爷。居然是你！说吧，你的伤是怎么回事？实不相瞒，救主不念旧情，他担心图谋不轨被燕王发现，妄图对小人赶尽杀绝。小人斗胆，请小王爷收留小人。小人愿意为小王爷鞍前马后，在所不辞。好，如你所愿。小王爷，小王爷没有什么想问在下的吗？小人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呐。我没什么好问的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我希望你是个人才，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末将感恩，一定不辜负小王爷。你记住了，小王爷已死，这里只有驸马。驸马，小人会将小王爷和靖安王府放在心中。干什么呀？每天还要喂我吃喂我喝，还要担心我逃跑，你不如一刀杀了我算了。等我想明白这个问题，说不定你就已经死了。哎，你别过来！你又想干嘛？你是不是想上山？我知道你想，但是又不敢相信，我居然满足了你的心愿。一会儿咱们就走，不过你要去的话，换身衣服，因为你这一身实在是太丑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换身衣服，那你倒是把我的衣服还给我呀！你的衣柜里就有，为什么不自己看一眼？真是蠢的可以。多谢夫人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散了吧啊！
如今事情已经安排好了，万事已经周全，我们现在需要找一个妥当的隐居地才行。我倒是想起了一个地方，就在松森山脉的另一旁，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庄。虽然是清贫了一些，但是那里的人心肠好。我想我们去了，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连娉婷都这么称赞的地方，一定是好地方。你觉得呢？你去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我跟你提起过的杨凤姐姐了。记得我们刚来姑臧城的时候，你就说过，你早就闻名双琴之名，见到杨凤一定要我们俩一起为你弹奏一曲。今日我和杨凤就在这里为你弹奏一曲吧。曲终人散，空愁暮，黄土一抔，埋知音。杨凤，如今醉局已去，我也不会再见北捷了。这情以后我再也不想谈。娉婷，可惜了。
白姑娘，可以了。马步要稳，出拳要稳，人形兼备。来，继续，继续。大姑娘回来了。阿笑，瞧瞧你满头大汗的。来，娉婷，来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你那个水车现在弄得怎么样了？弄好了。白姑娘设计的那个水车呀，那叫一个神啊！那些我叫不上名的装置，是一个接一个的。那河水啊，就像听懂人话一样，哎，让它往哪流，它就往哪流。这可比人力浇水啊，省劲儿多了。依我看，今年这个杨梅啊，比去年多收3成，啊，最少3成啊。我娘当然厉害，不过娘厉害，长笑在家里练的也厉害。娘，你快过来看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家长笑啊最厉害了，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练拳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来。马步，出拳，身形合一，马步站稳，手要正，马步要稳，出拳有力。两位小公子从小就身体健硕，练起拳来有模有样。这一定是都继承了他们爹爹的英勇吧？继续。白姑娘，我嘴笨，不会说话，我去干活去了。啊，娉婷，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看，跟我走。好。我们上次做的账本，我念给你听听。梅林今年收成分为3批，第一笔30两5钱。第2笔40两3钱，第3笔23两整。今天做的水车，娉婷，在想什么呀？没想什么。你还没想什么？你的心思都飞到天边去了。你要真没想什么，给我念念我刚才念的账本。梅林今年的收成分为3批，第1批是30两5钱，第2批是40两3钱，第3批是23两整。今天做的这个水车，木材是村民家里给的，木工是村口的刘师傅，2两5钱，而村里的每个人都出了力帮忙，按理算应该每个人都给50钱。今年梅林的收成还算不错，所以按理我们应该给村里每个人都分红。今年梅林还没有名声，待明年百里梅林名声大了，村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收入。娉婷，你竟然轻轻松松的全部都背出来了。你刚刚在对账本，我可有错有漏？一个都没有。娉婷啊娉婷，为什么你的脑袋这么精明？为什么每一件事情通过你的手就变得这么玲珑？我们刚来到这里，这里是一片荒芜，你先带领着大家找到了水源，打了井，让梅子树在松森山下生了根。如今又发明了高田灌溉的联动水车，硬是把一片荒芜的地方建成了塞上江南。我觉得呀，传说中的点石成金手就是你这双手。好了，不就是几块碱皮吗？瞧你这样子，别人瞧见了还以为我驾鹤仙去了呢。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，你赶紧闭嘴！我宁愿娉婷的手永远是那双弹琴的玉手，而不是……好了，杨峰，其实没什么不好的，我们现在不是过得很快乐吗？娉婷，
没事，不要想太多了。我们接下来还要去收拾院子，明天啊还要给村民分红呢。在那儿呢。长笑，长笑，过来。哎，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是木剑。对。谢谢叔叔。玩去吧。睡吧，睡吧，乖宝宝。阿海叔叔的汉字是哪个？好多汉字啊！算了。长笑，长笑，娘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我这么晚还不睡觉，鬼鬼祟祟的，你到底在做什么呀？拿出来。账本，这些东西都是你改的？小小年纪你去改账本做什么？老实交代，否则娘打你屁股。娘，你别打我！今天早晨，阿海叔叔送我个小木剑，长笑很喜欢的。你阿汉叔叔一向都对你很好啊，那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？娘，你不经常教导长笑说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”吗？别人帮助了我，我要回报别人。我就说明天要给村民们分红，听说有钱拿。所以我都想让娘亲多分点钱给阿汉叔叔他们。所以你就想出了这个馊主意啊？娘亲欺负长笑，这主意哪里馊了？你呀，以后你长大了就知道为什么这是馊主意了。不过呢，长笑的好意啊，娘心领了。
娘，你不打我了吗？我为什么要打你啊？今天长啸啊，除了偷改账本之外，别的事情做的都对啊。我们长啸算是长大了。走吧，去睡觉了。哎，你看，抱着怎么样？好啊！夫人，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今年咱们这收成如何呀？是啊，夫人，是啊，大家可是都好奇着呢，到底咋样啊？对呀，怎么样？到底咋样啊？夫人，说说吧。开箱，分红。哎呦，有枪了！来，出来领枪！我念叨谁领枪啊？好，这个高兴。李富贵，2两5钱。李汉，真不是，2两8钱。好。张小四，1两9钱。铁哥，3两2钱。谢谢。铁牛，2两1钱。我觉得这笔账肯定有人动了手脚。我知道，放心，多出来的部分我会掏腰包补上。为什么？这是我跟长啸的小秘密。小秘密。好，那就依你们。谢谢夫人，乡亲们，谢谢夫人，谢谢白姑娘，谢谢夫人。我要感谢大家，因为有了大家的辛勤劳作，我们今年才能有这样的大丰收。我们用梅子酿的酒，销量非常的好，就连外村的人也特意赶过来买。所以我想，今年我们应该要多跑几个村庄，让更多的人尝一尝这个梅子酒，好打响百里梅林的名号。这样明年就会有更多的订单，大家也会有更多的收入。我尝，这好啊！自从咱们大伙跟着白姑娘一块开垦这山地，让我们一下种了这百里梅林。以前咱们狮子林，你可知道啊，都是苦的叮当响。现在可好了，日子是一天比一天的好过呀！别的我也不敢跟大家多说，就拿我来说吧，这说我大家都知道。之前我连条裤子都舍不得买，你别挑我，你看我现在自己啊盖了大房子，也娶了媳妇了，是不是？你不是光棍，你是光腚啊！是啊，这一切啊还是要感谢白姑娘，谢谢白姑娘了。这白姑娘是我们的大恩人，对不对？对，乡亲们，白姑娘一直为我们老百姓想，不如让她来做我们的女村长，好不好？好，女村长，女村长，女村长，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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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村长。